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现在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神奇的话题，如何通过中国手机号码像福尔摩斯一样，挖掘出对方的姓名、归属地甚至身份证信息。不过友情提示，信息有价，隐私第一，切勿滥用哦。第一招，手机号码归属地查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在线工具查询手机号码的归属地信息。例如，输入一个手机号码，就能知道它属于哪个省市，甚至是哪家运营商的。在浏览器打开此链接，就可以进入到陈维亮博客的这个页面。以下是查询手机号码持有人个人信息、姓名的具体操作方法。手机号码归属地查询信息，在这个输入框里输入中国手机号码，然后点击查询，可查到中国手机号码持有人的信息，属于哪种卡类型，归属地在哪里，运营商是哪个，这是可查询到的结果。手机号码段卡号归属地云南丽江，运营商中国电信，卡类型区号邮编。虽然这只是基础信息，但有时候基础就是一切的开始。第二招，营业厅代付款。想象一下，你走进移动、联通或电信的营业厅，满脸诚意地告诉工作人员，我要帮朋友交话费。当他们询问机主姓名时，你可以随便报一个名字，如果名字对不上，工作人员可能会提醒你正确的姓名。第三招，网上银行在线充值。如果你有网上银行账户，可以尝试在线充值功能。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码，系统可能会显示机主的姓名，以便你确认。不过，这也取决于银行的具体设置。有的银行可能不会显示姓名。第四招，支付宝转账试探。支付宝的转账功能也可以派上用场。在转账页面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码，系统会显示收款人的姓名，以便你确认。不过，这仅限于对方开通了支付宝账户的情况。第五招，通过营业厅查询身份证号码。如果你有内部人士的帮助，或者是相关部门的授权，可能可以通过运营商的系统查询到更详细的信息，但这涉及法律和隐私问题，普通人可不要轻易尝试哦。第六招，社工技巧与网络搜索。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通过搜索引擎输入手机号码，可能会找到与之相关的社交媒体账号、论坛发言等，这些信息可能间接透露出机主的姓名、职业等个人信息。第七招，利用社交工程学。社交工程学，简称社工，是一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获取信息的技术。例如，通过伪装成客服人员，给目标打电话套取信息。但这涉及道德和法律问题，大家了解即可，千万不要实践。第八招，专业数据查询平台。一些专业的数据查询平台声称可以通过手机号码查询到详细的个人信息，但这些平台的合法性和数据准确性存疑，使用时需谨慎。第九招，通过快递单号反查。如果你有对方的快递单号，可以尝试通过快递公司的系统查询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但这同样涉及隐私问题，需谨慎使用。第十招，通过朋友圈和社交媒体。有些人喜欢在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媒体上晒订单、车票等，其中可能包含手机号码和姓名。通过这些信息也可以进行反查。第11招，利用公共 WiFi 信息。如果你能获取到对方连接过的公共 WiFi 信息，可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到更多的个人信息，但这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且涉及法律问题。第12招，通过招聘网站。有些人在招聘网站上留下了联系方式和简历，通过这些信息可以获取到姓名、工作经历等，
第13招，利用车辆信息。如果你知道对方的车牌号，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查询到车主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但这同样涉及隐私和法律问题。第14招，通过物业或中介。如果你知道对方的住址，可能可以通过物业或房屋中介获取到更多信息，但这需要一定的人脉关系。第15招，通过共同好友。如果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可以通过朋友打听到更多信息，但这需要技巧，别让朋友觉得你在八卦哦。第16招，利用婚姻登记信息。在一些地方，婚姻登记信息是公开的，如果对方已婚，可能可以查询到相关信息。第17招，通过法院公告。如果对方涉及诉讼，法院的公告可能包含其姓名和部分信息。第18招，利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如果对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可以通过相关网站查询到其姓名和部分信息。第19招，通过车险信息。如果你能获取到对方的车险信息，可能可以查询到车主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第20招，通过志愿者或捐款名单。有些人在参加志愿活动或捐款时，会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通过这些公开的名单，也可以获取信息。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避免被有心人利用。同时，也请大家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他人隐私，不要滥用这些技巧。我们下期再见。听完看完给我点赞、关注、评论就对了。